好吃不贵家常菜，Hello，大家好，我是阿鹏。今天阿鹏呀就用这个丝瓜，不过我们广东呀不叫丝瓜，叫做水瓜的。今天就用它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家常菜。首先呢，我哋准备2條新鮮嘅水瓜。这种瓜呀，在广东一般都叫水瓜的。我听说外地的朋友一般这种都叫做丝瓜呢。不知道各位朋友，你们那边这种瓜叫做什么瓜呢？在我们广东，带棱角的那种才叫做丝瓜，像这种的话叫做水瓜。这水瓜有长的，有短的，我今天买的就是这个短粗的。这种水瓜和带棱角的那种丝瓜呀，它的口感上基本上大同小异，怪不得外地朋友都叫丝瓜呢。在这里我们就统称叫做丝瓜吧。我们将丝瓜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之后，接着呀，再用削皮刀把它的丝瓜皮打去不要。去咗皮之後，我哋再將佢再清洗乾淨。跟住落嚟，我哋將水瓜，也就是絲瓜，給它進行分切處理。我們先將絲瓜的頭部給它切下來，去掉不要。緊接着呀，再將其給它對半切開，1分為2。切開以後，接着我們再將絲瓜給它改刀分切成薄片，但是呀，也不用切得太薄哦。太薄的話會影響絲瓜炒出來的口感。厚薄的話，大概視頻中這樣子。或者是再厚上一點點都沒關係的。不過我們在改刀分切的過程中需要注意，要盡量的切得厚薄均勻一點，這樣子的話才能保證在後續烹飪中每一片絲瓜都能夠同時間裏均勻的成熟和入味。全部切好以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這樣子就可以了。接着我們再將切好的絲瓜先給它裝在盤子裡面備用。下一步啦，我哋再準備少許嘅料頭啦。先準備幾粒蒜頭，我哋先將佢用刀拍一拍，拍過以後可以讓大蒜的味道在後續的烹飪中可以更好的釋放出來。之後呀，我們再將其給它改刀切成薑末。改刀切好以後，我們先將其給它裝起來備用。下一步我們再準備青辣椒2條，先把辣椒給它對半切開，1分為2。之後呀，我們再將辣椒給它改刀分切成小段，添加少許的辣椒可以讓它的口感層次更加豐富。但是如果家裡人不吃辣的話，那麼這個辣椒呀不放就好了。我們將辣椒給它全部的改刀切好以後，接着先把它裝起來備用。然後下一步我們再準備個小碗，再往小碗裡面添加大概3個新鮮的雞蛋。雞蛋打進碗中以後，我們將它簡單的調味一下，入個底味，往裡面添加少許的食鹽就可以了。然後再往裡面再添加適量的水澱粉，往雞蛋裡面添加一些水澱粉，這樣子的話，那麼炒出來的雞蛋會更加的蓬鬆又鮮嫩的。但是這個水澱粉呀，也不用特別多的，少許就好了。調味以後，我們再用筷子將它攪拌一下，把雞蛋給它攪拌均勻。我們將它持續的多攪拌一小會，把雞蛋給它徹底的攪成雞蛋液，讓裡面的蛋白、蛋黃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我們將蛋液給它充分的攪拌均勻之後就可以了。下一步，鍋中下油少許，油熱以後再將蛋液倒進鍋裡面，開中火，然後再用鍋鏟給它輕輕的進行翻動一下，讓雞蛋可以均勻的受熱凝固並成熟。在這裡，這個雞蛋也不需要翻炒太久的，給它炒至凝固成熟就基本可以了。這樣子的話，這個雞蛋呀吃起來滑嫩一點。但是如果你愛吃老一點的，那麼就翻炒久一點。我們將雞蛋給它持續的翻炒大概1分多鐘，炒至凝固以後就可以。接着我們先把雞蛋先盛出來備用。下一步我們再重新起鍋，先下切好的蒜末，開小火給它翻炒一下，將它持續的翻炒一小會，先把蒜末慢慢的煸炒出香味。我們將蒜末炒香以後，接着我們再將切好的絲瓜放進鍋裡面，然後再開中火將它翻炒幾下，將它翻炒均勻。我們將絲瓜給它翻炒一小會後，接着呀，我們開始往裡面添加少許的開水，少許就好了，不用特別多哦。因為炒絲瓜呀，它在後期的時候是會出水的，但是前期呀，我們可以往裡面添加少許的開水，一點點就好，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丝瓜更好的方便成熟，让丝瓜更好更快的炒软炒透。但是这个水一定不能太多了，不然炒出来呀就水汪汪的了。这个丝瓜呀下锅以后千万要记住，不要着急的去调味，我们开大火给它持续的翻炒，大概2-3分钟左右，先把丝瓜给它炒软。另外这个丝瓜也不需要焯水，焯水的话会造成它的营养流失，而且直接生炒，这样子的话会更加香更加好吃一点。我们将它持续的翻炒大概2-3分钟，炒软之后开始调味，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接着再添加一点点的白糖进行提鲜就可以了，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炒丝瓜虽然调味简简单单的，但是是真的足够的了。调味以后，紧接着我们再将煸炒过的鸡蛋重新回锅。鸡蛋下锅以后，我们再继续的开大火进行快速的翻炒，将它翻炒均匀。我们将它持续的翻炒大概半分多钟，将里面的所有食材味道还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将它大火充分的翻炒均匀之后，紧接着呀，我们再将切好的辣椒放进锅里面，然后再继续的开大火将它翻炒一下，把它翻炒均匀，将青辣椒给它翻炒至成熟。全部食材翻炒成熟以后，接下来开始进行勾芡，往里面添加少量的水淀粉勾个薄芡。水淀粉下锅以后，我们立刻马上的用锅铲进行翻炒一下，将水淀粉给它翻炒均匀。最后在出锅之前，我们再往里面再添加少量的花生油，添加少许的油可以起到一个增色提味、提升口感的作用。然后再继续的将它翻炒个4-5下，给它翻炒均匀之后，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就这样子，一道清淡又好吃的家常菜丝瓜炒鸡蛋，我们就这样子制作完成了。最后我们将其关火，然后再出锅装盘，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就这样子，一道简简单单的家常丝瓜炒鸡蛋，我们就这样子做好了。按照我这方法炒出来，这丝瓜翠绿清甜，而且油嫩多汁，而里面的鸡蛋也是非常的蓬松又鲜嫩的。这2款食材搭配在一起，清淡不油腻，而且吃着呀清甜又鲜爽，好吃又下饭。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那么可以收藏起来，改天也不妨试做一下。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